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如何在说中文的时候显得更聪明一些。其实说要显得更聪明的话，首先我觉得你必须真的是一个挺聪明的人。我们不要为了显得聪明而聪明，你深深的硬要让自己显得聪明，其实没有必要。因为其实孔子说过一句话，就是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你有多少东西就展现多少东西，我觉得这反倒是人生的大智慧，所以没必要过分的拘泥于聪明与否啊。但是比如你真的是一个挺聪明的人，中文限制了你的这个表达，就是其实你脑子里有千言万语，你说不出口，说出来的时候感觉特别的幼稚，特别的低级，特别的基础。这个时候有没有适当的方法提升一下，让你显得聪明一些？而这个聪明本来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特质，当然是有方法的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应该提升自己的这个词汇量，让自己词汇量显得更高级一些，那样的话你就能营造出你是聪明的这种印象。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不在词汇上面，还是技巧性的东西吧。下面咱们就通过6个方面聊一下，怎样让自己显得更聪明一些。就是在说中文的时候，第一点就是自信。其实一个自信的人呢，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。你自信、笃定、坚信自己所说的其实都是对的，都是正确的，起码你能自圆其说。这个状态下会让人相信你，会信任你所说的话。然后呢，你不自觉的就会把人带入你的语境里头，你的故事里头。这个时候别人都被你带进来了，那自然而然的你肯定是显得特别的聪明的，对不对？首先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中文不是你的母语，所以你在一定程度上会失去自信。可能你本来是一个挺自信的人，但是在说中文这个你自己不是特别熟悉的语言的时候，有一部分自信就流失了。当然对有一部分人而言，我觉得自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散发出来了，就算他可能只学了100来个中文的词汇，他都能让自己显得特别的自信。这其实是很多时候确实是由内而外的一种力量嘛，自信也是一种力量。我觉得大家应该相信自己，中文表达可以不流畅，可以有些时候甚至表达方式有点贫乏都没有关系，你必须相信自己说出的话，必须相信自己说出的话能让别人感受得到，这个时候你自然就有自信，这个时候你自然显得就很聪明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话不要太快，不急不徐的，沉稳淡定的，就是慢慢的把你这些观点、你的想法说出来。其实很多时候说话慢一些其实是有好处的，怎么样？它可以允许很多思想在你脑子中不断去转，慢慢的去组织自己的语言。你其实很多时候说太快太着急，会把整个句子显得特别凌乱。这个其实不只是非母语者啊，母语者也是一样。就算我自己有时候说话说太快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就是你嘴巴比你脑子动得还快，这个时候就容易出错，会有很多前后不连贯的部分。所以我劝大家，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就算在很后面的时候，说话相对都可以慢一些，不必着急，一定要把你的思想、你的想法立刻的告诉别人。其实没有必要，有想法的人、聪明的人，很多时候都是会让一个句子、一个真正的想法在脑子中真正的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再说出来，它可以容许自己有思考的时间。其实思考的时候，你眼睛是会表现出来的，你整个精神状态是会表现出，其实你是在思考一些事情，而不是在放空。这个时候别人是能感受得到的，他会等待你，而且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多事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而不是说你突然之间一股脑的都不过自己的脑子。中国人会说不过自己的脑子就直接说出来，这样反倒让人觉得不够可靠。所以说话慢一点没有任何关系，反倒会让你显得更聪明。第3点其实就是内容为王啊。其实不管你是怎样表达自己，你表达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。
很多人会舍本逐末啊，会想一些技巧性的东西，语言技巧性的东西。其实语言技巧性的东西在真正的内容面前都是细枝末节，可以不用太过在意。真正的你让自己言之有物，就是你在说什么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说清楚来，而且逻辑必须清楚，让明白你真的说到了你的点上，而不是觉得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不知所云。这个时候反倒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在干什么？你就算用了很多华丽的词藻，对不对？用了很多高级的词汇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说的云里雾里的，别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表达什么，在表现什么，这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最重要还是内容，你表达什么事情的时候，表达清晰有逻辑感，这个时候就会让你显得更聪明一些。第4点呢，就是让你具有更多这种描述性的语言吧。你在说一段话的时候，其实可以引入很多描述，有很多具象化的表达，这个时候会让你整个表达更为生动，更为具体。其实中国人很喜欢具象化的表达，喜欢有意象的文字。比如说我们不只是在讲一个故事，故事当然有很多具象化的表达，就算在说理的时候，在讲述一个道理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引入很多具象化的表达。其实有朋友说过，就是我做的视频啊，我说话的时候其实很有画面感，这其实就是我的一个习惯。我其实喜欢用形象思维，用形象思维来考虑怎么把一句话说得更动听、更生动，更容易为大家所理解。其实中国人相对于抽象思维更在行于形象思维，其实这也是中文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吧。比如说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成语，中文为什么有那么多成语？成语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一个的故事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形象思维的产物。所以通过描述性的语言，形象下的文字，会让自己显得更聪明一些。第5点就是让自己的语言更直白一些。大家感觉好像和前面是有点矛盾，一会儿你让我更丰富一些，一会儿让更直白一些。确实直白意味着稍微简单一些，用一些更基础的词汇啊，这是就整体而言。其实我们知道，就真正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就在于把复杂的事情讲简单来，用最简单的、最直白的、最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，把这个事情讲透来、讲明白来，让几乎所有人都理解。这也是一种能力，这也是真正的语言表达强悍的一种能力。其实很多作家都有这种追求，像海明威，他的追求就是用最简单的文字描写最生动的故事。其实这和上面那一点是不相违背的，这个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整体追求的是直白、简单、最基础的文字，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点缀、描述性的文字进行点缀。其实这涉及下一点啊，第6点，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采用适度的这个成语，还有一些中国文化背景的东西，像诗歌呀，还有一些历史知识呀，这都可以点缀进来，就会让你显得说话更聪明一些。所以第5点、第6点可以连在一块儿说。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。如果你喜欢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。那么下次再见了。